我居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墨西哥看到了中国女木乃伊，而且还有活的木乃伊。世界最恐怖的木乃伊不在埃及，而是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，我现在是在瓜纳华托。那现在我准备去这边的干尸博物馆。之前还是在埃及博物馆看到干尸，没想到在墨西哥这边也有干尸。出门的时候才发现，我现在内存卡已经没有内存了，所以现在只能用它自带的内存，只有20个 G， 所以今天只能长话短说了。那我们待会儿见，拜拜。这里就是木乃伊博物馆。它上面成人票97，上面115，这个类似于套票之类的吧。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原因，这里的木乃伊全部都是自然风干，没有反复处理，保存完好，甚至能够看出木乃伊生前的表情。这里收藏着119具木乃伊，它们姿势各异，有的用胳膊搂住自己的身体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面露惊恐，而它们很可能是被活埋。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啊，通常来说都知道木乃伊啊是经过防腐处理的，才能让它保证它的尸身完整不腐化。但是刚才啊，我在网上看到瓜纳华托的木乃伊，据说是天然的，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防腐处理，是由于这边氧气还有空气的原因所造成的。1833年，可怕的霍乱爆发，这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，通过污水传播，数小时内可致人死亡。感染者会出现呕吐、腹泻而脱水，直至皮肤变成蓝灰色，最终死亡。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性疾病，而这场疾病在过去200年发生了7次，而在1833年，在墨西哥夺去了15000人的生命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万人坑，当时的人们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染，有的疑似感染者和没有完全死亡的病人就会被扔进万人坑里活埋，这也就是为何这里的木乃伊表情痛苦的原因。据说这里至少还有1具活着的木乃伊，当时的一名女性被误认为死亡而被活埋下葬，于是在醒后在棺木中不断挣扎，最终成为了木乃伊。而在被发掘时，她紧紧地咬住自己的手臂。我看到这边啊，还有很多婴儿的干尸，据说啊，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婴儿干尸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。当时这名男婴啊是和他的母亲一起死在了剖腹产的手术台上。那个时候的墨西哥啊，有一项法律规定，死者的家属必须为他们的坟墓交纳一个税费，如果家属不交的话，政府就会把他们尸体给挖出来，送进木乃伊博物馆里面做展览。然后瓜纳华托这个博物馆应该是在2009年8月的时候啊重新整修过，据说当时啊是投资了60万比索，和美元的话大概是5.5万美元，然后当地的政府就把这些木乃伊重新整合起来。目前现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据说有111个木乃伊。墨西哥的政府啊说他们非常支持这种形式上的一种展示，因为他们认为死亡是生命的轮回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墨西哥人这么热爱亡灵节，他们并不害怕死亡，他们认为死就是生，生就是死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没想到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看到了一具中国的女干尸。这具干尸很有可能是19世纪下半叶，当时的墨西哥啊殖民地发生了一些冲突，它呢就有可能是居住在墨西哥西北部的一个亚裔女性。她的服装大概能判断出来，名字嘛取的就是名字嘛写的是 La China，它也是这个博物馆当中唯一一个有完整棺材的木乃伊。在墨西哥有这样一句话，如果人想让生命敞开自己，就必须向死亡敞开自己。对生命的崇拜，其实也是对死亡的崇拜。否认死亡的文明，最终也是否认生命。你们觉得对吗？